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中，能够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演员，往往不是靠一时爆红，而是靠角色一点一滴的沉淀。而谭松韵正是这样一位用作品说话的演员。她的古装角色从来不是简单的美丽皮囊，而是拥有灵魂、有温度、有成长轨迹的人物。从袁今夏的灵动俏皮，到罗十一娘的温婉坚韧，再到季英英的责任担当，以及小妖的多面魅力，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独立的生命旅程。她不急于证明自己，却在一次次表演中悄然突破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她征服。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，恰恰是她最独特的魅力所在。锦衣之下中的袁今夏是一个极具反差感的角色。她是六扇门中地位不高的小捕快，外表看似大大咧咧，甚至带着几分市井气，但骨子里却极其专业、敏锐。谭松韵赋予了这个角色极强的生命力。她可以在追逐银子的过程中显得贪财可爱，也能在查案时瞬间收敛笑容，眼神锐利如刀。尤其是在验尸和推理的场景中，她的专注与冷静让人完全忽略她平日里的搞笑担当形象。这种从闹腾到沉稳的瞬间切换，是演员功底的体现。袁今夏不仅仅是一个讨喜的女主，更是一个有能力、有担当的职业女性。如果说袁今夏代表的是外放的灵动，那么锦心似玉中的罗十一娘则是内敛的坚韧。出身庶女的她，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环境中成长，被轻视、被压抑，却从未放弃自我。她嫁入侯府后，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明争暗斗，没有选择硬碰硬，而是以温柔为盾，以智慧为剑。谭松韵在这个角色中的表演极为克制，她没有刻意放大情绪，而是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和语气控制，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波澜。罗十一娘的成功不在于她赢了多少场争斗，而在于她始终坚持自我价值。她用刺绣表达情感，用才华证明自己，这种柔中带刚的力量令人动容。在蜀锦人家中，季英英的形象更趋成熟。她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肩负起家族与文化的责任。作为染坊世家的千金，她掌握着珍贵的染织技艺。在时代的变迁与外界压力下，她不仅要守护家族产业，还要将传统技艺传播出去。这种责任感让她的每一个选择都显得沉重而坚定。与袁今夏的本能生存不同，季英英的行动源于使命。她不再是那个随性而为的女孩，而是一个愿意为传统文化付出一切的守护者。谭松韵在这个角色中展现出更深层次的情绪表达，她的沉稳，她的隐忍，她的坚持，都让角色更加立体真实。逍遥可以说是谭松韵古装生涯中的一次大胆突破。她一人分饰三角，冷静疏离的宁安公主，活泼自由的小妖，以及威严神秘的龙主。这三个身份不仅性格迥异，甚至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。要在同一部作品中清晰地区分这三种人格，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挑战。谭松韵通过细节完成了这一切。宁安公主的眼神是冷的，带着距离感；小妖的笑容是真诚的，带着烟火气；龙主则是威严而不可侵犯的存在。更难得的是，小妖这个角色本身并没有复杂华丽的造型，反而更贴近普通人，这让观众在仙侠世界中感受到一丝真实与温暖。如果仅仅把袁今夏、罗十一娘、季英英和小妖当作不同性格的角色，那就太低估谭松韵的表演层次了。真正值得细细品味的是这些人物背后所承载的成长逻辑。袁今夏的行动逻辑是本能驱动，她的每一个决定往往源于直觉与生存需求，破案是职责，赚钱是动力，情感是自然流露。这种状态让角色充满生命力，但也带有不稳定性。观众会觉得他真实、接地气，却未必能预见他的下一步。而到了罗十一娘，逻辑开始转变为理性选择。她不再随心而动，而是权衡利弊，在复杂环境中寻找最优解。她的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经过计算的策略。这种转变让角色从活泼可爱升级为值得尊重。季英英则进一步进入信念驱动的阶段。
他的选择不再围绕个人得失，而是围绕责任与传承。他可以牺牲小我，去守护更大的价值体系。这种人物一旦建立，就会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，因为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。至于小妖，则是多重自我的集合体，它不再单一，而是不断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、碰撞，甚至产生内在冲突。这种复杂性使角色更接近真实的人性。从本能到理性，从责任到多维人格，这条路径其实正是一个演员逐渐成熟的轨迹。而谭松韵正是用角色完成了这一切。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中，流量、话题、极端人设往往更容易吸引注意力。许多演员选择通过强刺激的角色来快速出圈，比如极端黑化、情绪爆发，甚至刻意制造争议。但谭松韵的选择恰恰相反，他更像一个慢热型创作者。他不追求瞬间的爆点，而是更关注角色的完整性与可信度。这种克制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能力，因为不过度表演比用力表演更难。演员需要精准地把握情绪的边界，既要让观众感受到，又不能显得刻意。这种分寸感往往需要大量经验与自我认知才能建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始终保持一种角色优先的态度。他不会让个人风格凌驾于角色之上，而是根据人物需求不断调整自己。这意味着他愿意放弃某些讨喜的表现方式，只为让角色更真实。在一个强调速度与曝光的时代，这种慢下来的选择显得尤为珍贵。它或许不会带来最迅速的爆红，却能带来更长久的认可。观众也许会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，他一直在那里，一直稳定地输出高质量角色。这种后知后觉的经验，往往比一时的热度更有力量。当我们回顾谭松韵的这些角色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他塑造的人物很少依赖标签化记忆。有些角色会因为一句台词、一场哭戏而被记住，但也容易被遗忘。而他的角色则更像是陪伴型记忆。你可能记不住具体的桥段，却能清晰记得那种感觉：袁今夏的轻快，罗十一娘的安静，季莺莺的坚定，小妖的温度。这种记忆方式其实更深层，它不是停留在表面刺激，而是进入情感层面。观众不是在看角色，而是在感受一个人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不需要依赖极端剧情，因为他的吸引力不来自冲突的强度，而来自情感的真实度。当角色足够真实，观众自然会投入，不需要额外的刺激。从更大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表演方式其实在提醒观众，影视作品的核心始终是人，不是设定，不是特效，而是那些能够被理解、被共情的角色。如果你也曾在某一个瞬间被他的角色轻轻打动，那么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。也许正是这些细微的共鸣，构成了他作品最动人的部分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，记得点赞、关注频道，我们会带来更多有温度、有深度的内容。我们下次再见。